Hi. Hi. May I? Please. 谢谢你早上的荷包蛋。不客气啦。对了，刚才啊，给你倒咖啡的那个女生，就是那个，她呀叫叶静雯，她可厉害了，是我们系的高材生，英语很棒的，她可以背英文版的《长恨歌》，厉害吧？《长恨歌》是一首歌吗？《长恨歌》是白居易写的一首诗。白居易是谁啊？是一个诗人。我是不是很没有文化？没有啦，你从小在国外长大，中文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我小时候爷爷特别严厉，家里的规矩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必须说中文。我大概认得差不多900多个汉字吧。哇，那已经很厉害了，900多个，大概有小学1年级水平了。那是我的巅峰期。那现在呢？萧条期。建筑文件几乎都看得懂，别的我就很难说了。哎，对了，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啊，这个还你。哎呀，这个我真的不能。我说过了，我不会要这个钱的。那好吧，算了，要不然这样推来推去也没什么意思。那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你们公司需要翻译的话，尽管找我好了，我免费去给你们做。OK。那你继续吃吧。好。谢小秋，你过来一下。怎么啦？那个 CK 君，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怎么了嘛？那是我先看上的。哦，所以呢，我就不能跟他讲话啦。怪不得骗我说他是司机，又有孩子又失业。不是，原来你是想取而代之啊！谢小秋，你也太天真了吧！你以为他会看上你这种人吗？你这种哪种？穷学生还是乡下妹？所以我就不配跟他讲话了，是不是？反正呢，人要有自知之明。童话要是发生在你身上，就是个笑话；暗恋要是发生在你身上，那就是一场空话。Excuse me。先生，你还要点什么啊？水果沙拉。哦，好，我做完之后马上给您送过去。谢谢。王立川。我要请你看电影。什么时候啊？11点。晚上11点。对。好啊。你先去旁边等我下班，待会见。好。惹大祸了。Bless you。你冷吗？不是啦，我是过敏性鼻炎。那就是冷，帮我拿一下。不用啦。
你也会冷啊？没关系。好暖和的外套，好好闻的薰衣草味道。谢小秋，你真的没有动心吗？如果你习惯男人这样对待你，将来会嫁给很好的男人。对了，刚才一直在忙，忘了问你这么晚还来看电影，介不介意啊？当然不介意啊，看哪家？就是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大众影城，晚上会放一些好莱坞的片子。今天放的是《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恐怖片？你喜欢看恐怖片？哎，我帮你拿包吧。不用了。如果我没有提出请求，不要帮我做任何事情。你这个人做事一直都这么一根筋的吗？是不是很难相处啊？那倒不是，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脾气算好的了。哦，不对，算最好的了。是吗？那我的毛病也希望你可以接纳。你有什么毛病？固执，一根筋。我已经见识过了。大哥，你能不能开慢一点啊？你在超速吧？你怕高速？我怕警察。我一直在限速之内，难道你有心脏病？老蒋，你开慢一点啦。为了要看这部电影，你的心脏必须热身一下。这个鸡翅不错，你要不要？不用了，谢谢。爆米花吧。我不吃，全都是你的。其实吧，这个片子里有很多台词我都是会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看过4遍了。Quid pro quo. I tell things, you tell me things. Not about this case. So, about yourself. Quid pro quo. Yes or no? 你的口语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哎，你一定没有看出来吧？这一段呢，其实很押韵的。哪里啊？ Quid pro quo. Yes or no? Quid pro quo 是拉丁语吧？一物换一物啊。Quid pro quo. 嘿嘿。哎，别动。怎么了？你后脑勺长得很不错。后脑勺？我跟你说啊，这像7尺之躯呢，不如像3寸之鼻；像3寸之鼻呢，不如像1点之筋；像1点之筋呢，不如项骨。项骨最重要的区域就是后脑勺了。你是在说文言文吧？和香蕉人根本没法交流，干脆送他一本汉语词典好了。算了，我告诉你吧，其实我呢会项骨。OK. Prove it.
怎么样？有找到神奇之处吗？大难不死，福禄寿俱全。怎么了？这一段不恐怖啊。再说，你不是看过好几遍了？我不是害怕啦，我是怕血。怕血？嗯。可是这里没血啊。看吧，有血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没有吗？嗯，没有。真的假的？嗯哼。血要出来喽，割人皮喽。啊，讨厌啦！过去没有？还没。哎呀，怎么那么慢呢？正要割呢。割完了吗？割到一半了。割到一半了，割完了。哎呀，怎么那么久了？我平时看的都明明没有那么久的嘛。没了。嗯哼，没了。啊！哎，停！就这里就好了。哦。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下车陪你走到宿舍门口。现在有点晚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这样走。啊，没关系的，真的不用了。你知道，如果我送你到这里，然后你走着走着突然失踪了，在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就是头号嫌疑人。哦，那好吧。等一下，我帮你开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走的会比较慢一点。我知道你跑起来很快就到宿舍门口了，但是我宁愿你拿出你的耐心，慢慢的陪我走。当然可以。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建筑系的那栋楼特别好认。为什么？因为凌晨3点的时候，自习室的灯都是亮着。哇，那个时候你功课就这么忙啊？我入行之后，几乎每天都加班，我根本没有休假。怎么？我看起来不像建筑师吗？啊不，想，那你一定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吧？我从小，父亲就叫我每天吃完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 to do list， 应该是一个家庭习惯吧，一定要有计划。怪不得你知道那个单词 ataxophobia， 你是不是有混乱恐惧症啊？算是吧。家族病，也是职业病。我跟你呢就正好相反，我是属于那种到处都乱糟糟的，也不爱收拾。我这叫什么症啊？清洁恐惧症。不是，这叫懒惰。说我啊，糟了，门怎么锁了？大门锁了。这样吧，那这个还给你，你先回去吧。那你怎么办？我爬过去就好啦。爬过去？你别开玩笑吧？这么高，你怎么爬过去啊？很简单的。喂，小修，真的，你下来很危险。哎呦！这么高，一定很危险的。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真的没事的啦，平时都可以爬的。平时？
哎，不行不行，我找人帮你开门，你等一下。啊！喂，有人吗 ？Hello， 有人吗？警卫，警卫 ，Hello， 你睡觉了吗？喂，哎，小秋，小秋，你干嘛？快下来，很危险的。你看很简单吧？这围墙不就爬过来了吗？下来，快快，小心踩好。哎呀，吓死我了你！好了，你快回去吧，拜拜。拜拜拜拜。王先生，这是在客厅捡到的，您还要吗？啊，这个放在我这里就好了。行，那我先走了。谢谢。再见。客厅不能睡，小秋，小秋，小秋。欢迎光临，一杯咖啡。一片粗麦面包。嗯，你来的真巧，我们这儿刚进一批新鲜的咖啡豆，这边刚煮上。要不然你先去做，我等一下给你送过去。不用了，我在这边等就好了。你上班的地方一定离这儿很近吧？不近。那就是你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近？也不近。不好意思，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叶静雯，我爸姓叶，我妈姓文，他们都是搞学问的，希望我不要太吵，所以叶静雯。你好，王立川。你好，你好。咖啡好了，然后这个是我送你的饼干，这个味道不错哦，尝一下。谢谢。哦，对了，小秋什么时候上班呢？哦，你找他有事啊？没事，问问看。他辞职了。哦，谢谢，没事。那个粗麻面包，我等一下给你送过去啊。喂，立川。小秋，我在客房捡到了一个发夹，上面有一个银色的爱心，是你的吗？是我的，那是我弟弟送我的。我去了咖啡店，听说你辞职了，出了什么事呢？主要是因为期末嘛，时间挺紧张的，而且我还想拿奖学金，所以就没有时间打工了。那你生活会有困难吗？不会，我平时还可以接到一些临时翻译的活。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我正好想找一个中文老师。王立川，你确定不是在搞救济吗？救急？我真的是想找一个中文老师啊，而且我觉得你还蛮适合的。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我当然乐意效劳啦。那1周2次，
费用按小时算。我不收钱，怎么能收钱呢？你帮了我那么多，我可以免费的给你做中文老师，义务的。不收钱怎么可以呢？那你要实在过意不去呢，我教你中文，你帮我改一下论文好了。我们1周见2次，我教你90分钟的中文，你帮我改30分钟的论文，怎么样？好，那我们明天开始。下午1点怎么样？好，那明天下午1点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1楼阅览室等你，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好，那明天见。明天见，拜拜。哎，快点儿！喂，不好意思啊。拍到了吗？拍到了，拍到了！你看，哇，好帅啊，很帅呀！这么高啊？谁呀？好高啊！就是啊。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先生，图书证。没有图书证的话，你可是进不去的。哦，我没有图书证，我是来找人的。哦，那不能进。我打个电话吧。好。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哎，王先生。叶静文。你怎么有空来学校啊？我是来办点事的。啊，你是来找谢小秋的吧？小秋她不在，她出去了。他出去了？他的手机也不通哎。哦，他好像有个高中同学来上海找他玩，他去火车站接人了。您的事急吗？不急。我是来学中文的。学中文啊？那你可找对人了，我就可以教你。我呢有全国普通话的1级证书，全市的演讲比赛还拿过第1名，教你足够了。没关系，我已经跟小秋说好了。那一个老师够吗？学语言的密集度越高越好。你有没有想过请2个老师啊？这样吧，我哥也在上海，我觉得他也需要一个中文老师。这是他的名片，你跟他联系一下吧。你哥啊？谢谢。不客气。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事。哦，拜拜。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丽川怎么还没来啊？哎呀，手机坏了，我一定是错过丽川的电话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可不可以修啊？这个啊，坏了。坏了，再换个新的吧。可是就碰了一下啊，你看这边这都没坏啊。
这再高级的手机呀，都经不起摔，何况是你这种牌子，是吧？在我这看一下吧，看你是学生，给你打个折，怎么样？这款还这款都挺适合你的。算了，不用了，谢谢啊。哎，小秋，可算找到你了。师姐，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哦，我手机坏了。啊，萧关有个急活口译，你估计也没什么时间准备了，有空吗？有空啊，几点钟啊？他说如果找到你的话，让你3点钟在图书馆门口等他。哦，时间差不多了，我还得准备准备。他有说要去哪吗？是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那你对绘画、艺术之类的词熟不熟啊？米开朗基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哎。别露怯，为了把你推出去，我可是夸下海口了。我说你舅舅是著名的画家，从小就是在艺术的熏陶下长大的，对于中西画派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吹牛不上税啊！手机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好，给，谢谢啊。喂，立川。我今天去找你了。那个我手机坏了，所以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还在那里一直等你。你同学说你去车站接人了？什么？就是你在咖啡厅一起工作的那个叶小姐。我哪也没去，我一直在那里等你的。啊？我今天下午有点忙，改明天好吗？同样时间。好，那明天咱们老地方见吧。好，明天见，拜。再见。等很久了。还好。你师姐说你对绘画很熟，是不是？啊，还可以吧。哦，这是今天的资料。哦，你今天的任务是要陪同一个叫 David 的美国画家，这里面有关于他的画风、流派、师承以及作品的销售状况，还有，今天画廊的老板是我亲戚，是上海有名的本土画商。这么多资料，2个小时不一定翻得完吧？我只能给你1个小时。另外1个小时，要带你去买衣服，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买衣服，这身不行吗？还可以更好。走吧。哎，同学，请问一下，你们认识谢小秋吗？是小秋啊？对。您找小秋啊？啊。您是？我是他父亲，从云南来的。那个小秋不在，他好像没回来呢。上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好谢谢啊，谢谢。再见。走吧。再见。Thank you。我们走吧。来，这边请。OK。任务终于完成了，我都饿死了。先别急着吃啊，
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啊，这个秋鹭芙蓉图的鹭呢是鹭鸶的鹭，是一种鸟，不是露水的鹭。那鹭鸟的鹭应该怎么说啊 ？egret，E-G-R-E-T。谢谢师哥指点。哎，好了，吃点东西吧，来。要吃点什么？我帮你拿个盘子。哪个？这个吧。这个好，我来帮你拿。谢谢。你要吃什么？我就不吃了。现在这个价格，好吧，已经涨了5倍了。Sorry, I'm late. Hello. 好，来请。既然迟到了，就得罚杯酒啊！哎，恒熙，王先生不能喝酒，不要为难他了。立川啊，这是我表弟萧关，他是九通翻译社的社长。萧关，他是 GMF 的王总，王立川。你好，王总。你好，萧社长。我们九通跟贵公司的翻译部一直都有良好的业务往来，我跟令兄季川先生也见过，我们喝过1次酒，我还特意让他叫你过来。他说你不能喝酒。是啊，季川特别能喝几杯。你的女伴很漂亮。我是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谢小秋小姐，她舅舅是云南省的杰出画家，平时专攻写意山水，其泼墨风格直逼当年的张大千。当然了，谢小姐酷爱艺术，平时也爱画2笔，是吧？谢小姐，这位是王立川先生，是 GMF 上海分公司的 CEO， 著名的建筑师，是去年建筑师奖的获得者。这画廊啊，也是他的杰作啊。你好。你好。小秋，你不肚子饿吗？过去拿点吃的吧。对，那个失陪喽，失陪了。王总，很高兴认识你。对这里的设计，我真的很喜欢。欢迎你来。你吓死我了！你才吓死我了吧？这个年轻人没想到谢小姐的艺术背景这么强大。我也喜欢绘画，不如你陪我欣赏一下，顺便指点指点。其实我也不太懂绘画了。不过你这个设计的画廊，我倒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当然我的观点也很业余了。我被恭维了。那王建筑师，我想请问一下，你的这种设计属于什么风格啊？自然风格，尽可能希望超越时代的局限。那是不是就像庄子那样？庄子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在大学的时候我都选他的课程。哦，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有件事情我还是要跟你坦白一下。就其实我舅舅他吧，根本就不是一个画家，他是个泥瓦匠，小学都没有毕业，而且我根本也不懂什么艺术，我来这里是给一个美国画家当翻译的。哦，肖社长他刚才一直在替我吹嘘，那是怕别人怀疑我的资历，你千万不要信就对了。笑什么了？没关系，你比很多人都诚实。我是觉得吧，其实艺术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因为呢，它可以直接的敲击人的心灵。虽然我不懂艺术，但并不能代表我不能欣赏美，对不对？像我这个人吧，我就属于那种，直觉偏强，
悟性偏高的那种。才坦白完就开始吹牛了？我说都是事实啊。你看，这幅画的构图很漂亮。既然是事实，那我们就来看这一幅画吧。啊？画的很好啊，非常不错。它其实像是那可以解释吗？心脏、血管。哎，解释啊？老实说，鄙人心智愚钝，我也看不懂。但是既然你有这么高的直觉，这么强大的悟性，那你来说说，这幅画你对它的高见是什么？高见啊！这幅画究竟想表达什么？我只知道它是后现代的。啊，后现代。对啊，你看，就像他画了一个人的脸，对不对？人的脸又代表什么了？人的脸是公开的，每个人都能看见。那么这张脸呢？这个年轻人已经很慢地这张脸又和人的身体重合，身体又代表什么？身体是隐藏的，有欲望的，不可见的。那么这张和身体重合了的脸，说明欲望由隐藏变成了公开。OK， 他若是再问我交路线不成，我得反击。那这个上面有这么多的文字，文字又说明什么？代表什么呢？王立川同学，你说说。语言。哎呀，终于把这个人引到我的学科范围里来了。对了，语言、声音、文本，非正式传播。所以后现代的欲望要通过文本来获得满足，而不是感官。比如短信、博客、电子邮件，这些承载了他们手机啊、电脑的，已经成为我们身体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器官。Bravo！ 不敢当，只是我一点粗浅的看法。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对这幅画最大胆、最新鲜的解释。常言道，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啊。可惜的是，季川先生不在场。要是他在的话，听到谢小姐这番精彩的解释，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也特地的转告他的。你哥哥也是画家？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绘画。这幅画也是我哥设计的。你看，我想听听你的高见。立川。小秋，你怎么样？他没事吧？怎么了，小秋？小秋。哎，王总是个大忙人，如果有事可以先离开，我这里一个人照顾他就可以了。你们是？我是他师兄。你跟小秋，你们认识啊？我们在 GMF 见过。对啊，你瞧我这记性，我派他去你们公司做过一次翻译嘛。对。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小关，你能过来一下吗？你有什么事啊？我们见了面说好吗？你在哪里？老地方。小秋，你醒了，感觉好点没有？不好意思啊，小秋，我有点急事，可能要麻烦王总送你回去了。没关系，交给我吧。那麻烦你了。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有晕血症？我很少犯的。那你还看恐怖电影？我以为那样可以治好。你是天生的，还是有什么心理因素呢？我妈妈生我弟弟的时候，大出血死了，正好我亲眼看见他这一幕。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脱敏治疗，每天可以喝一点红色的，比如说番茄汁或者是红酒之类的。笑什么？我觉得你很奇怪，别的人知道我有晕血症，都跟我说要少碰红色的东西，少看红颜色。只有你让我做脱敏治疗。你看，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它就是我的腿。只要你肯花时间训练自己，很多的障碍都可以克服的。你也可以把不自然的变成自然，这叫第二自然。第二自然。那我以后也要慢慢练习。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美国了，后来回到瑞士。上海的 GMF 部门是我哥建立的，他做了3年，后来就调到总部了。我是他的接班人，也差不多3年了。可是，你跟你哥真的很奇怪，你脾气这么好，你哥哥那么凶，你们俩是不是一起长大的？是一起长大的，没错，我哥哥的个性是比较急，但是你熟悉他以后，其实他的个性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这样子吧，做建筑的对不对？接下来往下的，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烦。我哥也是，我爸爸妈妈也是，我爷爷、我外婆、我外公、我叔叔、姑妈、堂兄堂弟都是。奶奶不是。我奶奶也是，她跟我哥哥是室内设计师。你家的家族史真的很乏味。不都说同行是冤家吗？你们家为什么专门找同行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建筑师吧，没有时间谈恋爱，所以大家都觉得找同行的比较省事。
你已经躺了1个多小时了，你的脸色怎么还那么白啊？医生说，你躺10分钟，肤色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因为呢，我擦了粉，化了妆。年纪这么小，化什么妆啊？装成熟不可以啊？进来吧。对不起啊，又来打扰你了。没关系，太晚了，我绝对不可能让你再爬墙。其实你这里的设计结构挺复杂的，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差点都迷路了。你说这样的话算不算设计失误啊？怎么啦？这个楼是我设计的，应该没有比你画的那个地图复杂吧？这里都是你设计的？坐。啊。其实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我觉得设计真的很不错哎。哎，你看这沙发的颜色，好白哦。啊，尤其是这个相册，这个颜色摆在这里真的好合适哦。尤其是这个花，开得真好。这个相册里面，哎，你看这些很有特点的建筑，一定也是你设计的吧？我哪有这么自恋啊？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建筑师设计的。哦，只可惜我对建筑所知甚少啦。那你设计的房子都在哪里啊？美国、欧洲和中国。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从自己设计的房子下面走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敬畏、神奇、自豪。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亲自看到他出生、长大。我爸常跟我说，如果建筑会说话，他一定会说世界语，因为经过好多代的人，10年、20年、100年，设计师都死了，但是他们却始终屹立不倒。说得对。哎，对哦，这里怎么都没有你的照片的？啊，我不喜欢拍照。你长得这么好看，你不拍照都可惜了。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可以啊。你为什么要留胡子啊？我的家乡冬天很冷，我又喜欢滑雪，所以留一些胡须，在脸上会比较暖和一点。你这点胡子就可以保暖的？对啊。你也太搞笑了吧！我爸爸也留胡子，而且我小时候就觉得留胡子蛮酷的。你要摸摸看吗？
可以吗？可以啊。我去帮你倒一杯柳橙汁。你怎么知道我爱喝橙汁的？我有注意到你。哎，你这有只猫哎，是你的猫吗？它叫米娅。米娅。我出差的时候，我就交给季川；季川出差的时候，我就交给 Rene；Rene 出差的时候，我就交给我堂兄；堂兄出差的时候，我就交给我爷爷。好可怜的米娅。橙汁。谢谢啊。喝慢点。同学们，走，哎呀，累死了，到了，走，哎，一会儿到我屋里来一趟啊。好。哎，同学，哎，又是你们仨。哎，叔叔，你还没走呢？我一直没走，不是，这都快11点了，这谢小秋怎么还不回来呀？没事的，谢小秋经常晚归的。哎，你们先不用等我了，回去吧。好，那我们先走了，走了，拜拜，再见，再见。叔叔啊，小秋有时候不在寝室住。那他在哪儿住啊？好像是男朋友家吧。哎，听说她男朋友挺有钱的。她有男朋友了？哎呀，叔叔，你看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啊。那个还有，小秋现在不回来，今天她应该不会回来了。但是你放心，她很安全的，没事的。啊，拜拜，叔叔。OK。同学，不是同学，同学。这就是我的书房。哇，那这些总该是你设计的了吧？我就说嘛，是不是真的很棒？哎，你看这个，长得好乖哦，真可爱，还戴个小帽子。哎，你书都这么厚的，哎，这本是什么？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你应该听过吧？哦，追忆似水年华，对不对？我以为师姐还拿这个写过博士论文呢。这是法文版的。它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名字。催眠不求人。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前30页都是在讲作者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只好胡思乱想。你看这一段。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 Parfois, après ma bougie étant, mes yeux se ferment, si vite je n'avais pas le temps de me dire, je m'endors. 这段的意思是说，
长期以来，书中的主人公有早睡的习惯。有时候蜡烛灭了，他的眼皮就合上了，还没有交代什么，他就已经睡着了。你看，说生效就生效。对哦，这么神奇啊！已经很晚了，早点睡吧。哦，那个，你能不能借我一件衣服啊？我的包落在萧关车上了。可以啊，等一下我去我的更衣室帮你拿一件。嗯，谢谢啊。这间就是你住过的客房，还记得吗？那你早点睡吧。那个立川，谢谢你再次收留我。Good night。谢谢。你慢点喝，不要呛到。你怎么还不睡啊？哦，在画图。厦门突然有一个案子，我正在赶图。小秋。那天晚上没有吓到你吧？
kiss you? 笑什么？那我就睡觉了，晚安。晚安。晚安了。Good night.早。早。咖啡。谢谢。哎，纸飞机啊！我跟我弟弟小时候也爱玩这个。我也很喜欢。像这样子。要拿得高高的，看好。然后一直看着，一直看着，直到它
慢慢的落到地上。有一个说法，如果你忘不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却又不能跟你在一起，你就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个飞机的翅膀上，然后这样子丢下去，就会很快忘掉他的名字。管用吗？不知道，没试过。卡住了，帮我弄一下这个。谢谢啊。没关系。你这里怎么没有穿衣镜的？我不喜欢穿衣镜。哎，昨天某人还谆谆教诲，要慢慢习惯第二自然。嘿，你不觉得你变得有点霸道吗？这个月就去买一个，要不然太不方便了。你穿，好吧。你回学校的时候就穿这样子啊？是不是有一点奇怪啊？好像真的有一点奇怪。不过没关系，我还有大衣的。不跟你说了，我回学校了。我送你，顺便买一些普通的衣服。不用你给我买，我自己可以买的。啊，我钱包落校官车里了。拉得好，走吧。